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纽约电影节连破纪录，她到底有多强？细节揭露幕后实力派真相。赵丽颖携在人间闪耀翠贝卡电影节，以演员兼出品人双重身份创华语影视新纪录，全球首穿阿玛尼高定，展现东方魅力。外媒盛赞这是中国影视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。纽约翠贝卡电影节的镁光灯下，赵丽颖一袭香槟色亮片裙闪瞎全场。这可不是普通走秀，人家带着主演聚集在人间杀进了这个国际顶级电影节，直接创下华语影视作品的历史记录。更绝的是，这次她不仅以演员身份亮相，还顶着出品人的头衔。这牌面在内娱圈里绝对是独一份。红毯上的赵丽颖美得冒泡，那身阿玛尼2025春夏高定礼服可是全球首穿。要说明星穿高定不稀奇，但能让阿玛尼把还没发布的新款直接往身上招呼的，华人圈里她可是头一个。现场工作人员那个殷勤劲儿，又是蹲着整理裙摆，又是举着披肩候着，这待遇简直跟伺候娘娘似的。有个小插曲特别有意思，进场时赵丽颖一时没找着座位，工作人员立马小跑过来，那弯腰的弧度都快赶上虾米了，恭恭敬敬把她引到指定位置。要说这翠贝卡电影节可不是什么野鸡奖项，在北美电影圈那是响当当的老字号，能在这样的国际舞台露脸，对华语影视作品来说，绝对是破天荒头一遭。赵丽颖这次可不光是去走个过场，人家是实打实带着作品去闯关的。外媒的评价相当给力，直接把这次亮相称为中国影视内容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。后台采访时的赵丽颖特别实在，聊起当出品人的感受，她说这活比演戏难多了，每个环节都得盯着，钱往哪儿花，剧本怎么改，压力大的有时候半夜偷摸掉眼泪。这话说得特别接地气，完全不像某些明星动不动就整些高大上的场面话。不过转头他又笑了，眼角还有点红，那股子倔强劲儿跟当年拍《花千骨》时一模一样。要说赵丽颖这姑娘是真有意思，去纽约前特意把一头粉毛染回了黑长直。粉丝们还在纳闷呢，结果老外评委直接看傻眼，夸她这造型美得像幅水墨画。阿玛尼的设计总监更绝，私下里直接放话说衣服穿她身上价值能翻倍。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客套话，要知道国际大牌对华人明星向来挑剔得很，能获得这种评价绝对是实力的证明。在人间能杀进翠贝卡，这事儿放在华语影视圈就跟河南烩面闯进米其林指南一样稀罕。赵丽颖这些年从花千骨到知否，再到风吹半夏，每次亮相都在突破自己。这次直接带着作品冲出国门，这操作在内娱圈里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。别的明星还在未翻未撕的不可开交，人家已经默默把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了。电影节现场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，安保人员撞得跟堵墙似的，往那儿一站就让人特别有安全感。赵丽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是训练有素，那个专业范儿一看就是见过大场面的。这些细节可能不起眼，但懂行的人都知道，能在国际场合获得这种级别的待遇，绝对是对艺人咖位的最好证明。赵丽颖这次纽约之行最让人佩服的是她那种举重若轻的范儿，走红毯时优雅的体，接受采访时真诚实在，就连找不到座位时的小尴尬都显得特别可爱。这种真实不做作的劲儿，在国际舞台上反而成了最打动人心的武器。要知道，在好莱坞见惯了各种套路的老外评委们，最吃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东方魅力。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姑娘，到如今站在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中央，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简直就像开了挂。但仔细想想，哪有什么天降好运，不过是把每个机会都牢牢抓住的狠劲儿。当年拍戏时那股子拼命三娘的劲头，现在转型当出品人照样不含糊。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劲儿，
才是她能走到今天的真正秘诀。这次翠贝卡之行最让人感慨的是赵丽颖身上那种文化自信的范儿，不需要刻意迎合西方审美，就是大大方方展示最本真的东方美。黑发红唇的造型往那儿一站，不用说话就是最好的文化输出。这种底气可不是靠几个通稿就能吹出来的，是真有作品撑腰才行。娱乐圈更新换代快得像翻书，但像赵丽颖这样能持续输出高质量作品的演员实在不多见。从古装剧到现代戏，从偶像派到实力派，再到如今跨界当出品人，每次转型都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次带着作品闯荡国际舞台，不仅给自己长脸，更是给整个华语影视圈争了口气。要说内娱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，大概就是这种既有实力又有野心的狠角色吧。赵丽颖此次亮相纽约翠贝卡电影节，无疑是一场震撼的文化输出事件。作为中国影视演员代表，赵丽颖不仅以主演身份携新作在人间出席，更是在电影节的多个重要环节中留下了深刻足迹。从红毯到访谈，从影片展映到国际媒体专访，她的全方位表现已然超越了以往女演员出国宣传的传统意义，走向了真正的文化使者与实力派演员的双重身份。在短短数日中，她不仅收获了掌声、媒体聚焦，更打破了多个第一次。第一次登上翠贝卡主展映单元的中国女演员，第一次以心理悬疑题材作品征服北美影评人圈，第一次在国际影展上公开用英文流畅表达创作理念。每一项突破都是中国影视力量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见证，而赵丽颖正是那位开拓者。在活动现场，有细心观众注意到，她面对国外主持人及影评人的提问时，不仅自信大方，更在用词与叙述逻辑上展现出极强的表达能力。尤其当被问及为何选择这样一部题材复杂、角色心理极端的作品时，赵丽颖回答道：“我希望能用一个看似极端的个体，引发观众对社会中被忽视群体的关注。”这一句话不只体现了她对角色深度的思考，也表现出她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与承担。而这种演员与现实链接的深度，在近年来的中国影视圈中实属罕见，也让国际观众意识到，赵丽颖不仅是一位外貌出众的明星，更是一位有厚度、有思想、有社会关照能力的演员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在人间的出海宣传过程中，赵丽颖在幕后也展现出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能力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她在定妆造型环节中亲自参与了造型师的修改建议，使得整体视觉风格更契合纽约影展的审美走向。她在影片剪辑后期提供了数次反馈，与导演共同探讨节奏能否更适应国际节展观众的问题。甚至在影展字幕翻译阶段，她也提出了对某些关键句的英文表达建议，以确保情绪传达不失焦。这一系列幕后工作量，若不是亲身经历，很难想象一个演员可以在创作环节中投入如此之深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全能型投入，让赵丽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极具分量。当她出现在翠贝卡红毯，身着优雅黑发造型时，不少外国摄影师的镜头都定格在她身上不肯移开。有外媒评论直言，她拥有东方女性的优雅，同时不失先锋与勇气，这样的演员值得全球电影人重新审视。而影展结束当晚， Variety、Deadline 等权威媒体也纷纷给出了中肯评价，称在人间是一部令人不安却充满诗性的心理作品，而赵的表演是那把钥匙。这种评价不仅说明赵丽颖的演技得到了认可，更代表着她在国际审美语境下也能精准传达情绪。这背后需要的不仅是天赋，更是长期积累的专业功底与文化适应能力。在回国后接受媒体专访时，赵丽颖也坦言，这次出海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尝试的方向。我知道很难，但也正因为难，才更值得去尝试。这番话令人动容，也说明她已不再满足于国内顶流的安稳地位，而是在主动走出舒适区，
去打破审美壁垒，拓宽文化理解。从一位农村出身的打工女孩，到今天登上世界影展舞台的实力派代表，赵丽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又闪耀。她的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多年来在不同作品中沉淀出的底蕴与真诚。这一切背后，也折射出中国影视圈正在发生的质变。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愿意跳出爆款公式，回归内容与人物本身。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去理解多样化的美学表达。而赵丽颖的破圈，则是这种整体变革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缩影。她用实力打破标签，用作品连接世界，用一场国际亮相证明，好的演员不需要解释，美与真实会在镜头前自己说话。对观众而言，赵丽颖的这次亮相无疑带来了强烈震撼与骄傲。从荧屏上看到她的成长，到如今在世界舞台上见证她的绽放，每一个关注她的观众都是这个奇迹故事的见证者。她不再只是偶像或流量，而是一位值得尊敬、值得推崇的中国女性典范。她的温柔里藏着力量，她的优雅中饱含坚定。她用沉默和专注书写着一位演员最纯粹的荣光。未来还有多少可能？赵丽颖给出的答案是无限可能。她在这次纽约之行中，不只是为一部作品站台，更是在为中国影视的国际化发声。她的每一次突破，都在提醒着我们，真正的实力是无需标签、无需辩解的。她可以沉稳落地，也能风化万丈。而作为观众，我们可以做的，不只是为她的惊艳鼓掌，更是持续关注和支持那些真正为内容努力、为角色付出、为文化走出去承担责任的创作者。赵丽颖用她的脚步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可能之路，而这条路的未来，需要更多人共同走下去。所以，亲爱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也曾在某一部作品里被她感动过，被她激励过，那么请继续保持那份热情，用你的鼓励与支持，成为她远行路上的星光。未来的她还会带来更多惊喜，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王一博化身北欧王子，挪威神秘拍摄现场曝光，美得像童话破屏而来。王一博再创跨国惊喜，挪威百年帆船上演绎北欧王子，保密拍摄惊艳粉丝。从无名演技到街舞综艺，再到北极圈拓展事业版图，他用实力证明顶流不是热搜堆出来的。25岁已把征途扑向星辰大海，下一个惊喜会是南极启文纪录片吗？这2天娱乐圈又爆出大瓜啦！咱们的酷哥王一博前脚刚被拍到飞往美国，后脚就有挪威网友在西部港口城市奥勒松偶遇他拍摄 HH 广告大片。要说这届网友真是显微镜成精，连广告里出现的木质帆船都被扒出是挪威100年传统工艺打造。海风吹起白衬衫的王一博站在甲板上，这画面妥妥的北欧王子出海记啊！更绝的是有工作人员透露，这次广告创意全程保密，连拍摄的都是临时包场，怪不得粉丝们守着航班信息都没能提前蹲到路透呢。要我说啊，王一博这小伙子真是把时间管理大师玩出花了。别人家爱豆上个综艺都要热搜霸屏3个月，他倒好，闷声干大事，直接整出跨国连环惊喜。从无名里让人惊艳的演技，到街舞综艺里 slay 全场的专业点评，再到如今跨越半个地球拍广告，每个行程都像精心设计的俄罗斯套娃，你永远猜不到下一层藏着什么王炸。还记得去年他在剧组拍戏间隙考取摩托车赛照吗？这次更夸张，直接利用国际行程把工作版图拓展到北极圈。这哪是打工啊，分明是开着人生外挂搞事业。那些总说明星工作忙没时间提升自己的人，真该看看，真正的大佬连坐飞机转机的时间都能转化成生产力。最戳我的还是他对每个细节的较真劲儿。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非要拼实力；明明能找替身，非要亲自上阵学开船。就连广告里出现的当地元素都要提前做功课。难怪合作过的品牌方都说他是行走的敬业福，
这种把每份工作都当成作品来打磨的态度，在流量至上的娱乐圈简直就是清流。看着他在挪威港口迎着极昼阳光工作的样子，突然就懂了什么叫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。粉丝们天天喊着要当事业粉，结果自家偶像直接把事业版图铺到北欧去了，这波反向带飞的操作，就问你们服不服？所以说啊，姐妹们，追星就要追这种能带着你一起成长的优质偶像。王一博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顶流不是靠热搜堆出来的，而是用一个个扎实的脚印走出来的。从洛阳古城到挪威峡湾，这个25岁男孩的征途早就是星辰大海。赶紧点个赞为拼命三郎打 call， 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期待王一博解锁什么新地图？是开着摩托穿越撒哈拉沙漠，还是穿着滑雪服征服阿尔卑斯山？说不定下次被偶遇的就是在南极拍启文纪录片的一博老师呢。王一博这个名字在当今华语娱乐圈中几乎无人不知，他的每一次亮相，每一个作品都能引发大众的强烈关注和热议。而这一次，当王一博现身挪威，开启一场神秘拍摄行程时，网络再度被他刷屏。身处极寒之境，雪山与湖泊之间，他那如梦似幻的剪影仿佛不再属于现实世界，而是从童话中走出的北欧王子。他的出现不只是一次商业合作的曝光，更像是一次对美学边界的突破与重构。从曝光的幕后花絮来看，无论是雪白山岭映衬下的剪影造型，还是极简冷色调与温柔灯光交织出的氛围感，整组画面在保持高端质感的同时，也渗透出一股深沉而清冷的北欧气息。这种美学风格与王一博本人所呈现的疏离感与高洁气质不谋而合。他站在山巅，背后是无尽雪原，眼中却藏着远方的沉静与坚定，不言不语，已然诉尽万语千言。也正因如此，网友纷纷评论道，这根本不是在拍广告，而是在拍电影，甚至是童话世界的预告片。双引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高完成度的画面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，它源于王一博一贯对作品与自身形象的高度要求。他从来不是一个追求热度的偶像，而是一个注重质感与深度的创作者。此次挪威之行，其实从策划阶段就处处体现出精密与克制。比如拍摄选址并未选择热闹的北欧城市街头，而是深入内陆与极地边缘，只为捕捉最纯粹、最干净、最具视觉张力的自然背景。服装造型也舍弃了常规审美，转而尝试更简约的剪裁与贴合自然的色系，以便最大限度释放王一博本身的气质张力。而这种拍摄方式也正体现出王一博近年来在艺术追求上的某种转向。他越来越少地参与商业喧嚣的曝光，而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打磨作品与探索自我边界之上。从早期的陈情岭到无名，从风起洛阳到人鱼，他不断挑战新类型角色，突破既有标签。而这次北欧王子的形象，则是他在视觉层面一次全新的身份重塑。不同于荧幕中的角色塑造，这次的呈现更像是他内心精神世界的一次外化，是他对自由、孤独、远方自然的投射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如今的王一博早已不是那个初出茅庐、被动被定义的年轻人。他正在主动掌控属于自己的艺术语汇。他懂得如何通过画面表达自我，如何以沉默回应喧嚣，如何用细节击中人心。他的出圈从来不靠炒作，而是靠稳定的高质量输出与难以复刻的个人风格。而这次挪威的神秘拍摄，就像一次艺术信号，告诉世人，王一博的边界还远未被定义。不少业内人士也认为，这种走出国门、与国际品牌深度联动的拍摄尝试，不仅是商业价值的体现，更是在悄然铺垫王一博未来的全球化路径。特别是在如今华语艺人出海难度不断增加的语境下，王一博依然能获得全球一线品牌的青睐，并以如此高质感的方式呈现合作成果，这本身就是对其实力的一种强有力的认可。
而他的这种国际表达方式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更多青年艺人，不再被流量与话题所困，而是真正回归内容与品质本身。与此同时，粉丝们对这次挪威拍摄也给予了极高评价。有网友动情地写道：“王一博不是在展示服饰或代言，他是在展示一种生活态度。他站在世界尽头的雪原里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要有勇气离开舒适圈，去追逐未知的自己。”这种情感共鸣，恰恰说明王一博所传递的，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，更是一种精神召唤。他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审美的模特，而是主动输出价值的引领者。当我们回头看王一博近几年的成长轨迹，从街舞冠军到电影男主，从摩托车赛道到谍战片男主角，从时尚杂志到北欧极境大片，他一路走来，每一步都踏实、坚韧、精准，极少有浮躁与盲目。这种难能可贵的稳定性，是他赢得尊重的根基。而这次北欧王子的塑造，不过是他内在气质与艺术视野自然延伸的结果，不是强行包装，而是水到渠成。最后，我们想说，王一博之所以能一次次给大众带来惊喜，归根结底，是他从未停止对自己的打磨与探索。他明白名气不会永恒，真正支撑一个艺人长久发光的，是内在的坚持与对艺术的执念。而这份执念，正是他屹立不倒的底气。希望更多观众能通过这次挪威大片，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王一博，一个在寒风中依然坚定眼神，在童话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北欧王子。也希望正在追梦的你我，都能像他一样，哪怕身处极境，也不失内心的纯净与光芒，不被定义，不惧风雪，走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。王一博走在路上，我们也在路上。下一站会不会是你心中的童话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